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上期说到，我和半斤自驾来到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，为了寻找到书中的美丽女孩翠翠，我踏上了边城小镇的探索之旅。而今天的旅程是否能顺利找到她呢？这个在河边停靠着的就是乌篷船了，因为这一条清水江沟通了两岸三地，所以说很多游人来到这里呢，都会花上20元钱来一个一日游3省，就坐着这个乌篷船去到上游的贵州，然后再坐船来到湖南，还有对岸的重庆，挺好玩的，而且也不贵，一个人只要20块钱。我有时间的话，我也会去做一下的，不过今天就算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去找一找沈从文先生笔下的那个白塔，还有那处人家到底在不在。白塔现在看不到了，应该就是那个方向。我现在沿白塔的方向走啊，希望能在白塔下边呢找到翠翠，还有她爷爷的家，还有大黄狗。哇，你看到它这边的吊脚楼没有？它这边吊脚楼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竖直的插在地上的那种，它这个是斜斜的插在墙上的。而且他们那个门呢很高，就像在2楼一样，用这个木梯子爬上去。这里的吊脚楼房基都很高，底部是用石块砌成，房子的结构大多都是木质的。由于房门也很高，所以每一家的门口都备有一个木梯，他们需要出门的时候就把梯子放下来，平时梯子都是放在屋内的。好奇怪啊，他们这边的房子那个门怎么那么高啊？不借助梯子是进不去的。阿姨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门那么高吗？它那个门那么高。原来河在这里。啊？这里就是河。哦，原来这里是河。啊，这里有河，这边都是河。哦。它所以它进不去。哦，怕那个水进去了哈。现在那个水为什么那么浅啊？都没漫上来啊！现在那个水。水它那里关了，关闸门，搞工程了。哦，有水坝是吧？水坝把那个水给弄小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刚刚我问了一下这个阿姨啊，她说呢，以前这个房门是建的那么高呢，是因为以前的那个河流那个水位是很高的。他们为什么那房门建那么高，就是因为怕那个水流进家里面去。然后那边也是。所以把那个门建得老高了，然后借助梯子才能爬进去的。这边的一排都是吊脚楼，你看下边呢以前是水，上边是住人的。这个门设置的高度应该是在2楼了。我看到黄狗了，黄狗，它在这里等谁一样？是等翠翠吗？翠翠在哪？它想下水吗？他在等什么？你好，我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洗的是什么呀？地膜哎。地什么？地膜哎。哦，这个是地上长的那种。对呀。下雨天长过。你这个直接炒了吃是吧？对。拌面。酸的酸海面。哦，酸海面。哦。就是弄到玉米做的那种。哦。酸的，泼点水在里面。这个是自己在这个地上采的哈。对啊，在上面。就在这上面。山上哦。大姐，你是自己吃吗？还是拿去卖呀？拿去卖呀。拿去卖，就是做一道菜哈。哦，原来这样子。这背后的餐馆就是你们家的？哦。好嘞，大姐，谢谢你啊。看到了，白塔就在上边。白塔下面真的有个房子啊，放财了。有人吗？没锁。哎，怎么有苹果？
这厨房的灶台，没人在，没人在这里。旁边呢有一个简介，写的是白塔是古镇著名的标志之一，它与茶洞的风水有关系，承受着这里的故事的悲欢离合，见证了翠翠母亲与父亲的爱情悲剧，守护着渡头，守护着翠翠一家，守护着翠翠的梦。没想到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真正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场景，真的有点让我很意外啊！可惜翠翠不在，爷爷也不在，大黄狗刚刚看到在江边，不知道在等谁啊？也许他在等翠翠呢。这个人家可能以前有人居住的，因为里面有灶台、有桌子、有木凳等等，但是可能为了把它设为一个景点，让这里的人搬走了，这是我猜测的哈。你好，请问你们知道那个白塔下面那个翠翠跟黄狗在哪里吗？哦，就在对面啦。啊，这个要怎么过去啊？啊，坐船嘛，现在不开了。哦，现在不开了，坐船过去就对面就是翠翠跟黄狗啊。我以为在白塔下面了，我还上去看呢。他那边是他翠翠的家。白塔不是大的。哦，那是他的家。啊，对。哦。你没见过石膏啊？当然，它是石膏做的嘛。哦，石膏做的雕塑。它的就是他家。我来寻找沈老笔下的翠翠，当然并不是真的来找这个人，其实只是来寻找曾经抱着边城，一看就茶饭不思的那个学生时代的自己。岁月是个神偷，让我们身上多少都有了一点沧桑的感觉了。看着白塔和人家，翠翠和黄狗的雕塑，往日的那些旧时光就像是影片一样在脑海里倒放。我知道这就是我来到边城的意义了。边城里描述的那个淳朴善良、安静祥和的小镇令人神往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边城，那是美丽与回忆存在的地方。我记得以前看完边城，觉得有很多遗憾的地方，翠翠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，以及为了等心上人回来，他呆坐在船头那漫长的等待。尽管湘西小城的民风再淳朴，尽管翠翠美好的像一幅画，可是现实当中呢，终归会有遗憾和不完美的地方。也许这就是生活吧。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的，总是会摆出很多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一步步的去成长。而翠翠她呢，选择了用一天天的时间去等待挪送的回来。大家觉得他的等待值得吗？有情人最终是终成眷属，还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擦肩而过？也许就只有时间能够给予我们答案了。
边城的美不在壮阔，美在清新自然。依山而建的茶洞，临水的码头，弯泊的乌篷船，轻游的山峰，望眼无尽的翠竹，一幅幅景融合在一起，这就是边城的美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